那么与红旗警报相对的，就是我们刚刚提到的叫做黄旗的提醒哈，它又是指具体哪些情况，有什么样的一些特点？我们应该以什么样的这种心态来应对它？对，黄旗咱们说用这个颜色来区分哈，那么黄旗其实就对于红旗来讲不是那么急了，它是指什么呢？指我们比如说身体发出的需要您关注，但是呢又不必特别惊慌，可以通过调整我们的生活方式，加强养护来观察的这么一个信号。那么比如说我们再提几个关键词啊，就比如说是慢性的、间歇性的，然后特定诱因的，比如说下雨了，或者说我某个姿势产生的这种疼痛，通常这种黄色的这个预警啊，就是我们可以自行或者说简单干预以后就可以缓解。那听您这么一说，其实黄旗提醒它确实是更常见一些哈。那能不能请您具体的举几个例子，帮助我们更好的来去识别它？好。其实这个慢性、间歇性，或者说与相关姿势相关的这种疼痛非常好理解。比如说我们长期的这个用电脑哈，电脑这个颈肩就会酸胀，那么我们可以其实休息一会儿，或者说我们做做活动、做做伸展就会有缓解。对，那么包括还有比如说久坐、久站，对吧？我们腰酸背痛，那么其实我们改善姿势啊、散步啊也会有缓解。是的，还有比如说上下楼膝关节这个不适，那其实我们走平地的时候并没有感觉到有这个关节上的这种磨损啊、这种疼痛，我们休息以后就可以缓解，是吧？比如说还有这个与天气相关的阴雨天，或者说降温的时候，或者说保暖雨后我们就会改善的，这些其实偶发的、短暂的。可完全缓解的这种功能性的感觉，其实在我们放松一下，或者说调整一下，都可以进行缓解的。这就是所谓的我们说不紧急的一个叫黄旗的一个提醒。好的。刚刚孙医生呢已经把黄旗提醒的这个特征描述的非常的清晰了，也让我们很多的观众朋友们一下子就能够做到对号入座。那这样心里面其实反而会安定很多我们就会发现原来日常的这些小的困扰大多属于可以自己先处理的这个范畴。那当身体亮起黄旗的时候呢，我们作为自己健康的第一责任人我们也第一步应该去处理它。我们到底怎么样去科学有序的应对它？有没有一个可以遵循的，比如说我们把它称之为一个标准的操作流程一套程序，帮助我们既能够不太紧张，同时呢也别延误了处理。好，主持人是这样，那咱们就建立一个自我管理之中一个怎么说呢，叫4步自我养护，或者说叫观察程序吧。这个过程的核心其实就是我们先要把焦虑和茫然转化为一个有目标的行动和一个理性的一个观察。这个方法听起来很实用哈。面对不舒服的这种感觉的时候，我们常常要么就是更紧张了，要不然呢就是我扛一扛嘛，忍一忍嘛。那您这个程序呢，第一步就是让我们先按下一个暂停键。那具体怎么做才能够像一个侦探一样去进行排查？好，那咱们就具体的展开说一下比如说我们说第一步就应该是按下暂停键，进行一个诱因的一个排查。比如说当我们感到不适出现的时候，先别着急上网，或者说也别要胡思乱想，咱们花几分钟像侦探一样冷静的回顾一下近2天我们生活上面的一些改变。比如说我们姿势方面是不是昨天低头看手机看的时间太长了？那是不是我们的坐姿歪了？我们昨天有没有搬重的东西，对吧？比如说在活动方面，我们昨天做家务是不是强度大了？或者说我们在公园运动的时候是不是强度大了？那么再考虑环境，那么昨天是不是突然间降雨了或者降温了晚上睡觉咱们头有没有冲着窗户，受没受风？情绪上面呢，说我最近是不是要毕业了，压力比较大，或者说我睡觉不好，或者说情绪有紧张。我们先去找到这个有效的一个因素，我们找到了它，才能找到解决问题的一个开始。明白了，要先找原因而不是先就被恐慌给带走了那一旦找到了那个最可能的我们叫嫌疑犯我们接下来应该采取哪些具体的温和的有针对性的行动呢？那我们第2步就可以启动我们针对性的一个养护干预。那么我们根据第1步的这个排查结果立即就开始实施温和的具有针对性的一个措施。比如说我们说关节酸痛
那么它的核心就应该是什么？休息、调整、保温、恢复。对，休息那很显然理解了，就是我们停止我们引起不适的这个运动。今天爬山说腿疼了，那我们明天千万就别再去爬山了啊。那么对于这个调整来讲，主要就是纠正我们的不良姿势，比如说我们使一个腰靠，是吧？调整办公室的这个桌椅的这个高度。这种温和的干预的方式可以对肌肉进行一个轻柔的一个拉伸。还有我们有比如说一些这个热敷，热敷其实对于这个急性损伤来讲啊，其实不提倡热敷啊，其实这个急性损伤应该是冷敷。这块不给大家展开，因为应该是就是严格的遵循医嘱啊。那么我们针对部位性的一些力量训练。比如说我们说这个颈部的这个稳定性训练，然后膝关节刚才咱们说那个直腿抬高，这些其实都是对于我们肌肉来讲是一个稳定性，对于一个核心来讲是脱离我们刺激源的这么一个方式。那么启动放松的反应，我们是怎么说呢？要立即暂停我们手头的工作，要离开当前的环境，要进行一个缓慢的腹式呼吸。比如说腹式呼吸是怎么着？说吸气几秒，然后屏气，呼气，屏气，重复几次，再喝杯小温水啊，静静神儿，安静的坐一会儿，这个就会有极大的一个缓解。好的，那采取行动。好的，非常感谢孙医生啊。那我相信现在很多此刻在我们的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呢，和我一样，心里面对于这个影像报告的过度焦虑正在逐渐的消散，取而代之的呢，是一条通过科学养护和理性医疗相结合，主动管理长期健康的这样一个清晰的路径和一份内在的从容啊。那孙医生节目也已经临近尾声了啊，我们能否化繁为简，请您为我们的观众朋友们，特别是那些面对影像报告有些困惑啊，在茶和养之间不断徘徊的我们的中老年朋友们，设计一份简单明了，我们下周马上就可以开始的日常健康养护启动计划，也让我们把今天的收获转化为认知，转化为明天就可以实践的这种行动啊，来迈出我们从被动的健康担忧者转变为主动的健康共建者的这样的坚实的第一步。好的。那么我建议从养成几个核心习惯入手吧，它就像健康的一个承重墙一样，其实要贵在坚持。那您帮我们具体的介绍一下。比如说第一，我们营养要会看盘，每餐要有意识的看一下我们的餐盘，比如说优质蛋白蔬菜、主食，是吧？用这个简单的方法就可以判断我们优化我们的饮食结构。那么第二呢，就是比如说运动能插空，减少久坐，每个小时要起身活动个2-3分钟，每天做一点这个基石训练，比如说我们前面提到的这个靠墙深蹲啊，包括臀桥啊等等。那么第三呢，就是睡眠要有仪式，比如说我们睡前半小时，创建一个缓冲带，把灯光调暗一点，不要再拿手机了，温水泡泡脚，深呼吸，让身心进入一个修复的这么一个模式。那第四呢，就是压力要懂得暂停。比如说我们感到焦虑的时候，要立刻暂停呼吸转移，我们要离开现场，做几次刚才咱们提到的腹式呼吸，喝口水，动一动，防止我们压力进一步的一个升级。那么第五呢，就是每周要和自己进行一个对话，每周抽出一点时间来，像关心朋友一样，问问自己的身体有哪里不舒服，睡眠情绪怎么样，根据感受微调一下下周的一个安排。这些习惯其实听起来确实不难啊，关键呢是要融入到我们的生活当中，养成这些习惯，最终能够给我们带来什么呢？其实总结来说，就是要把有觉察的饮食，然后碎片化的运动，好的睡眠准备，压力管理和自我关照，变成像我们日常这个刷牙洗脸一样的这种日常动作，这个才是真正养护。它其实并不遥远，就在我们每天的选择里边。当您开始持续的温和的养护自己的时候，您就会发现自己面对的体检报告多了一份了解的平静，面对身体小信号的时候多了一份应对的从容。您不再是只是健康的被动的观察者，而越来越成为自我健康的一个主动的塑造者。
好的，我们再次的感谢孙医生啊，这一份凝聚了洞察温度和可行性的启动计划，也是我们今天对话来赠予我们每位观众朋友们最珍贵的一份礼物。它不是一份冰冷的医嘱，而是一把开启健康自主之门的钥匙，来引导我们学习与身体温柔的对话，智慧的协作，共赴更远更丰盛的生命旅程。也从今天开始，愿您能够逐渐褪去对于影像符号的过度担忧，增添一份对于自我养护能力的信心，减少一份奔波于医院和检查之间的茫然和匆忙，增加一份居家滋养身心的从容与笃定。真正的健康不在于影像图像的完美无缺，而是在于身体功能的流畅自如，生命体验的饱满丰盈，以及那份与时光相伴，带着智慧与温柔前行，路途深远的安宁。我们再次致以最诚挚的感谢，谢谢孙正医生为我们带来的这场充满洞见、温情与智慧的宝贵分享，也感谢您的用心聆听，并且愿意为您与所爱之人的健康福祉积极行动的您。我是主持人杨楠，我们下期节目再会。